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玛雅中给模型添加卷轴展开的效果。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模型，我们来一步步进行操作。首先，确保模型有足够多的细分面。接下来，在变形菜单中执行第一个非线性弯曲变形器，为模型添加弯曲效果。然后，以相同的方式创建第二个变形器，确保在大纲视图中有两个变形器节点。接着调整这两个变形器节点的位置，使其处于卷轴展开的理想位置。按下 T 键调出控制器点，通过鼠标左键拖动中间的控制器点，形成我们期望的弯曲效果。现在按下 Q 键回到对象模式，旋转第一个变形器，先暂时旋转90度，以满足我们的需求。左侧的弯曲需要另一个变形器来完成，所以按下 T 键，将左侧的控制器点往回拉至中心点重合。展开变形器的输入节点可以看到，弯曲程度由曲率来控制。目前的弯曲程度还不够，先设置1000的曲率。如果觉得卷得太大了，想要变小，可以增加曲率，这里设置为1500，这样看起来就要好多了。为了解决弯曲重叠的问题，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减旋转 Z 的角度，达到理想的弯曲效果。现在我们想要实现滚动展开，需要对变形控制器节点进行移动，需要创建一个控制器对它进行控制。进入到顶视图，使用 EP 曲线工具绘制一个箭头图案。绘制完成后，删除历史，冻结变换，枢轴点居中，重命名。另外一侧也需要一个一样的控制器，可以直接复制一个备用。缩放 X 设置为-1，对称到另外一侧。现在由右侧控制器去约束对应的右侧变形控制器，这里使用负对象约束。现在只要拖动这个控制器，就能实现滚动展开的效果。那么这里控制展开的是位移 X 轴，所以需要选择其他参数将其锁定，防止用户错误操作。左侧的控制器也是一样的，锁定不需要的参数。到这里，右侧的绑定就完成了。现在来绑定左侧，做一个操作回顾。一样的，选择左侧的控制器，按 T 键调出控制器点，形成弯曲。把右侧的控制器点往回拉至中心点重合。
同样的，我们调整一个适合的曲率。现在用左侧控制器去约束左侧的变形器节点就可以了。测试一下，选择控制器移动一下。如果是两侧同时展开，我们就选择2个控制器。最后再创建2个控制器作为主副控制器。同样的删除历史，冻结变换。然后我们选择模型、变形器节点以及变形器控制组，将它们放到副控制器下。这样卷轴展开的模型就绑定好了。希望这些详细的步骤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玛雅中绑定的技巧。